美国债务违约在即，拜登政府和国会仍推诿扯皮。5月19号的谈判过程可谓跌宕起伏，戏剧性地按下2次暂停键。首先，美国国会共和党领袖、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代表突然离席，无奈宣布首次暂停。谈判重启后不久，又因真正的分歧再次突然停滞。据美国穆迪公司分析，如果两党僵局持续，美债炸弹最终爆发，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距离预计的违约之日6月1号仅有不到2周时间。18号，众议长麦卡锡表示，他预计众议院将于下周就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外界认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但在4日的谈判中，两党仍就提高债务上限或削减政府开支的问题争论不休。更戏剧性的是，麦卡锡本人还离席表示抗议。Well, we've got to get movement by the White House, and we don't have any movement yet. So, yeah, we got to talk. What's holding up? The tone seemed really optimistic yesterday. Is it? Yeah, I mean, yesterday, I really felt we were at the location where I could see the path. The White House is just, look, we can't be spending more money next year. We have to spend less than we spent the year before. It's pretty easy. 参与谈判的共和党众议员格雷夫斯对媒体表示，白宫和民主党人就是不讲道理。This wasn't a negotiation tonight. This was a candid discussion about realistic numbers, a realistic path forward. 据美联社报道，当天晚上谈判又重启，但随后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麦卡锡的代表再次离席，美国舆论哗然。Are you confident you'll be able to reach that deadline? No. You're still not confident. No. 债务谈判再次破裂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发华尔街股市动荡，标准普尔500指数一度下跌近0.8%。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来看热闹。谈判中断仅仅几分钟后，特朗普便在自创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称，共和党人不应该就债务上限达成协议，除非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这就是民主党人对待我们的方式，不要认输。正在日本的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则驳斥称，共和党人此举是在绑架美国经济。They cannot be holding the American economy hostage. They can't. It is going to trigger a recession. It's going to potentially could lose millions of jobs. These are the facts coming from economists. This should not be happening. 19号当天早些时候，66名众议院民主党人还致信美国总统拜登，敦促拜登不要对共和党人妥协，而是援引对宪法第14修正案的解释来推翻债务上限。Using this authority would allow the president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tinue to pay its bills on time. 观察指出，共和党不满的是，该党已经提出和解方案，那就是用10年削减4.5万亿美元开支的计划来换取提高债务上限。换言之，每年仅需削减4500亿美元。但民主党人坚决不同意，认为削减开支将影响拜登发红包，进而影响选票。5月13号，美国财政部公布，该国联邦政府的账户中仅存880亿美元，预计在6月1号花光。届时，美国医保还能不能支付，都值得打一个大问号。美国财长耶伦18号也再度警告说，假如未能及时提高债务上限，导致美国债务违约，将对美国金融体系造成灾难性影响，或令 GDP 增幅下降4个百分点，甚至将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并削弱美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引发外界对美国政府执政能力的质疑。有市场分析人士形容，一旦美债违约，将导致美国市场借贷成本飙升，不仅美国股市将受到打击，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能堪比2008年的危机。We have never defaulted before. The last time we came close, we lost credit rating. 更大的一个担心的就是说，因为现在美元的地位啊，在世界上已经不是那么稳定了，很多地方都在谈去美元化，而这个一旦这个美债崩溃的话，那整个这个美元的国际地位就崩溃了。那如果国际上现在美元崩溃了，取代的这个货币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那全世界金融一团糟，所以说会是一个世界性的一种灾难。美国国会山网站则认为，两党正在就债务上限问题玩胆小鬼游戏，双方眼看要撞上了，但都想让对方先退一步。两党都指责对方在拿美国经济开玩笑，年年都多那么多的这个赤字啊，因为大家都已经吃不消了，所以共和党就提一个，就是说你的赤字不能增加了。那当然从这个民主党的立场来，打死不肯嘛，因为
如果减少的话，他这个所有的这些政策一些都跳票了嘛，而且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嘛，所以政治上这种攻防就来了。两党代表在华盛顿针锋相对之时，正于地球另一端的日本广岛参加G7峰会的拜登，却对这一问题显得十分乐观。Mr. President, how concerned are you about the debt talks at home? Not at all. I still believe we'll be able to avoid a default and we'll get something decent done. 不过随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就公布，拜登将提前结束日本行程，返回美国解决谈判问题。And the president has expressed confidence that he believes that we can drive to an outcome where we do avoid default. And part of the reason that he's returning home tomorrow rather than continuing with the rest of the trip is so that he can help lead the effort to bring it home.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调侃道，两党不到生死攸关的最后一刻是肯定不会达成协议的。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还拿应对中国崛起说事。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莫里声称，削减预算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与中国竞争。16号的会议上，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共和党人也表示，中国是华盛顿最大的挑战，但两党依旧没有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美国如果真的要跟中国竞争的话，他应该从美国国内这个如何提高他们的经济竞争力方式来着手，而不是说用这种方式说你们如果不这么做，他们就变得比我们更强。这种话说的有点酸而且说出来的话有点说句实话了，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有点没有面子了。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拜登在日本广岛说，他今天会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直接对话，解决美国债务上限问题。那您认为能够突破僵局吗？美国债务危机爆雷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所以呢，拜登从日本宣布，他呢会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今天呢就直接对话，这可见呢是够紧迫的。他老人家呀飞回华盛顿，顾不上这个调整时差，就得上谈判桌，可见呢再拖下去麻烦更大。那么怎样才可能突破僵局呢？关键呢看拜登政府能不能妥协。现在共和党提出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今年美国政府的开支不能超过去年，但是拜登政府呢坚持实施不那么严格的削减，同时呢增加收入。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哪些方面削减政府开支？两党呢是针锋相对。我个人的估计是，这种妥协呢可能会在最后时刻达成。因为两党呢都没法坚持自己的主张，共和党在众议员只占微弱多数，没有民主党中间派的支持，那提出的法案呢就会鸡飞蛋打。同样呢，拜登政府坚持己见，那让众议员同意提高这个债务上限也是痴心妄想。如果拜登政府撇开众议院直接上调债务上限，那么马上呢又会出现这个宪政危机。即便拜登和麦卡锡的直接对话不能够出直接的成果，那么双方的谈判恢复以后估计也就是讨价还价，看在哪些方面能做出妥协。开源节流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不容易。况且呢，这次谈判结果对明年的美国大选影响比较大。拜登呢很清楚，谈不成对自己的连任麻烦更大。倘若真的出现债务违约，那么他的总统连任梦呢也就提前结束了。那么也有人认为，即便美国两党最终达成妥协，提高债务上限，美元的信誉也下降了，美债炸弹可能随时引爆。那您对此怎么看呢？或许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债务上限呢从2009年突破了10万亿美元，2017年突破了20万亿美元，2021年突破了30万亿美元。债务呢越高，所支的利息也就越高。那么当付不起利息的时候怎么办呢？现在美国两党争论的就是这个问题。世界关注的也是美国若出现债务违约、付不起利息，那么美国经济将会发生什么？对全球经济又有怎样的影响？这次围绕美债危机，白宫呢对经济带来的灾难倒是把账呢给算清楚了。美国财长耶伦说，这个金融和经济混乱将接踵而至，意味着呢这个延迟支付包括教师在内的数千万公共部门职员的工资，退伍军人在内的年长者的社会保险金
和医疗补贴也被暂停。即便呢是短暂的违约，比如说6个星期，也会使美国经济损失50万个工作岗位。若长期违约，将使美国 GDP 暴跌6%，并且导致数万家企业和约830万个工作岗位的流失。在最坏的情况下，美国将在7月或者是8月之前呢完全停止借贷，将进一步的冲击全球金融市场。随后投资者会质疑美国债券的价值，出现抛售。美国债券呢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石，美国政府违约将导致美元信誉丧失殆尽，美元呢会大幅的贬值，导致汇率混乱波动，那会严重的削弱全球贸易，进而呢把世界导入深度经济衰退。为了避免美债的违约、美元崩盘的危险，那么今年呢有2个明显的趋势：一呢是全球性的去美元化，在跨国贸易中呢用本币结算，而不是用美元结算；二是呢大量的购买美债的美国地区性银行是接连的倒闭，多国密集抛售美债，这个增持黄金，以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也就是说呢，即便美国两党达成妥协，调高美国债务上限，让美国呢用新债偿还旧债利息，但是美债炸弹呢还在头上，说不准哪天呢就会砸下来。美国知名投资人罗杰斯呢最近预测他呢说美国终有一天将因不断增长的国家债务而失去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他还警告，无论谁当选下一任总统，美国经济呢都将在2025年之前出现问题。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